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HRDJ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如何使用 MQTT 来达成远端换洗。之前我频道有分享如何使用微港 WAN 以及微港 LAN 的功能，达成将家里面关机的电脑给打开。那很多观众朋友呢对这一类的题材非常有兴趣，所以今天我要来介绍使用 MQTT 这个服务来达成远端换洗。那今天的介绍大概是这。首先，目的看到这个架构，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将家里面的电脑给远端开机。首先，我们要透过智慧型手机上面发送想要开机的讯息，它会传送到 MQTT Server。那这 MQTT Server 会将我们讯息转传到家里面的 NodeMCU 这张卡板。在卡板上面呢，我们有写好程式，会将 MQTT Server 过来的资讯解码成魔幻封包。魔幻风暴的部分呢，我在上一支影片有做讲解，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。那它会将解码过后的魔幻封包发送给我们想要开机的电脑，这时候我们电脑就会开机了。那我们所要取得的资讯，在电脑的部分，先取得它的 MAC 以及 BIOS 的设定，再来 NodeMCU 这张卡板上面，我们必须要做编译。那 MQTT Server 的功能呢，是帮我们做资讯的转传。智慧型手机的部分呢，我们必须要下载一个能够跟 MQTT Server 做购连的 App， 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发送我们想要开机的资讯。首先呢，很高兴我的频道终于有干爹的赞助了，也就是艾坦科技。艾坦科技呢是台湾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，专门开发与销售各种高品质以及高可靠度之工业模组与物联网方案，深耕于工业电子、医疗电子、保全监控、物联网等市场，在深厚的电子技术背景前导下，建立扎实的专业团队技术服务基础。目前已为国内外一线工业科技大厂量产供货。那这时候我就来工商一下艾坦科技的 MQTT Server， 基于稳定的 AWS 服务构建，使用适合低数据量和省电模式的 MQTT 协议。这个 MQTT 协议呢，多半都可以拿来使用在物联网。很多物联网的设备呢，都是走 MQTT 的协议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使用的是艾坦科技的 RYC111 MQTT Server， 可以使用支持 MQTT 协议的设备，完成所有主流物联网通信模块的兼容性测试，支持安卓、iOS、Windows 以及 Linux 的作业系统，低成本的接入云平台，使用简单的指令，快速集成物联网云平台。那简单来说呢 ，MQTT Server 呢就是最适合拿来使用在物联网设备的一个服务。那如果对于 MQTT Server 有任何感兴趣的部分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可以再额外再做一支影片给各位哦。那我们再来做材料介绍。材料介绍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块 NodeMCU 卡板，以及一个 Push Button， 还有一些跳线，待会会做使用，和任意颜色的 LED， 以及0.96寸的 OLED。App 的部分，在 iOS 的部分呢，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 MQTT Tools 这个 App。那 Android 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下载 MQTT Client 的这个 App。App 的部分连结呢，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，供大家参考哦。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制作的部分吧。
们盒子制作完成之后呢，首先我们要在电脑上面下载一个应用程式，叫做 Wireshark。它是一个可以监控你网络封包的一个软体。待会我们会利用这个软体去监测我们有没有收到魔幻封包。如果有收到魔幻封包，你的 BIOS 也有经过设定之后，你的电脑就可以做远端开机。先将盒子接上电源，接上电源之后呢，根据程式，我们的晶片在第一次连线的时候，它会去寻找你家里面的 WiFi。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跟任何 WiFi 连线过，所以它不会有任何记录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根据荧幕上面的显示，我们去寻找一个叫做 WiFi Flash 的 WiFi 名称。进去之后呢，它会跳出一个网页。这个网页呢，如果没有跳出来，你在浏览器上面打上 192.168.4.1 就会出来了，就会看到这个页面。那看到这个页面之后呢，我们选择 WiFi 设定，进到这个页面，它会去搜寻在这个晶片周围的所有 WiFi。那你找到一个你家自己的 WiFi， 选择进去，并且打上密码。打完之后呢，按储存。这时候晶片就会自动去跟这个 WiFi 做连线，连线成功呢，你的晶片就会与网际网络构连。构连之后呢，它就会去寻找 MQTT server。如果有连线成功，荧幕就会显示连线成功。那当连线成功之后呢，我们要发送魔幻封包的讯息。这时候我们打开手机端的 MQTT 的 App， 打开之后呢，我们打上 hostname 后位以及 username 跟 password。打完之后呢，我们点选连线，这时候你会看到它已经连线成功了，所以手机也跟 MQTT server 做构连，我们晶片也跟 MQTT server 做构连，两个都已经连上云端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在手机上面发送想要开机某一台电脑的资讯，也就是那一台电脑的 Make， 我们点选 Publish， 点选之后呢，我们要选择主题。这个主题呢是在程式里面有做设定的，可以在程式里面做修改。然后呢 ，message 的部分我们选择想要开机的那台电脑的 Make， 打上去之后，我们点选 Publish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在 Wireshark 这一套软体上面看到来源端192.168.0.17是这个晶片透过你家的无线网络所取得的 IP， 那它所发送的目的端就是你家里面 IP 的广播端，并且指定你的那一台电脑 Make。当你看到这一条讯息的时候，并且所指向的 Make 没有错误，这时候你的魔幻封包发送就是正常。这时候只要你的网卡设定、BIOS 设定有设定成功，你就可以完成远端开机了。好，那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有错过最新的影片咯。那很感谢这一次爱坦科技的赞助，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 MQTT 的功能。如果对他们的产品有任何兴趣的话，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兴趣的人不妨在我的资讯栏稍微逛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